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新台币的升值，全球都在关注，尤其是全球的财经媒体天天都关注这个议题。你看到了，《华尔街日报》直接讲，新台币大涨跟川普贸易政策跟 AI 革命有何关联？他说，新台币飙升引发所谓的19的标准差。在3个标准差就已经非常罕见了，但这次新台币的升值是19的标准差，这个甚至比1分之1的概率还要罕见的多。而昨天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央行总裁出来讲话了，我们总统赖清德出来讲话，他说台湾跟美国在谈贸易的时候，并没有谈到台币升值的这一块，但是今天震撼弹出来了，这个震撼弹是韩国的央行总裁丢下来的。央行总裁叫做李昌镛，他说，美国政府向亚洲国家施压，要求其货币升值，正是这一波亚洲货币汇率走扬的原因。美国正在跟台、日、韩、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讨论汇率问题。我再讲一次，台、日、韩的台表示台湾就在这个里面。志彤，这我就搞不懂一件事情了，这个央行总裁也太敢讲了吧！直接把大实话都讲出来了吗？对，为什么他敢讲呢？因为他目前为止韩国没有总统，没有总统的话他敢讲。你看，事实上他所讲的假设是说，美国正跟台、日、韩还有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货币讨论汇率的问题的时候，你看日本也在这里面啊，但是日本的首长也说没有谈这件事情、所以根本没有人管他。对啊，因为日本的首相也跟你说，我们在谈这个汇率事，你就不要跟大家讲。同理，我们的杨金龙假设真的是有在谈这些事的，他也不能够讲，因为我们赖清德总统或上面会有意见。所以，因为大家都有政治压力，知道说要升值，但是你不能够讲。但没想到，韩国央行总裁，反正我参加会议，按目前为止，韩国也没有总统，我要讲什么，我讲大实话也没有关系。他就讲了这样一件话。好，那我觉得他讲了什么事情呢？我觉得他讲很多事情，大家可以听看看。第一个，他美国政府正向这个亚洲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所以他就是这一波亚洲国货币升值就是这样的原因。好，另外他就说了，因为这个美国正跟台湾、日本还有马来西亚等国家讨论汇率的问题。不过他说，现在要判断汇率是不是已经来到天花板，为时尚早。所以说汇率会不会再升值？他说我不知道。好，另外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韩国财政部正与美国在谈汇率谈判，但我们对于美国的具体要求还不是很了解，就是大概只有知道说，他要我们升值啊。他说具体的方向要几个礼拜之后才会更加明了。然后呢，他说美国到底是要什么强势美元还是弱势美元？他说他现在也不知道。所以也就是说，事实上他只有承认说，的确美国有施压，说这个我们这个亚洲货币要升值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讲。因为这个美国施压要升值嘛，所以我就说，我们央行不是说有很多金融巨鳄秃鹰来到台湾吗？对，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嘛。他们大概有听到风声，就说美国被爱我们这个亚洲国家这个升值，台币会升值嘛？台币没有升，所以或许是听到这些消息的人就进到台湾来嘛。那进到台湾来的话，我们今天的央行就是说什么，我们要进行精简。为什么精简？精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要来炒汇的，他要把这些人抓出来的意思嘛。所以就是说，你要来可以，但是你不要来炒汇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又没有干预货币哦，我只是要把这些这个所谓秃鹰把它抓出来而已啊，我不是在干预货币。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不过我们讲，因为台币这几天不是大幅的升值吗？大幅的升值呢，引起了美国人或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件事。你看，《华尔街日报》连续发了好多篇，他说什么？为了美国投资者应该要注意新台币，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新台币大涨跟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政策，还有 AI 革命有什么关联？好，讲得非常多。好，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台币所飙发引发所谓的19个这个标准差的冲击。所谓3个标准差都非常少，那19个标准差就是比1分之1的几率还要更少。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台币这一次的大幅升值是史上罕见，可能也前所未见。它所造成的冲击，其实比很多美国投资人想象都要更大。他提醒美国投资人，千万不要忽视台币升值对美国造成的这个影响。是的，所以这一次的台币升值，我们也是不小心的一个火力展示嘛。我刚刚看到华尔街咯，其实《金融时报》也是大篇幅报道，其中还有一个人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已经变成台湾的专栏了，我每天关注你们台湾升值就好了。”对，好，那为什么会关注台湾的这个货币？很简单。因为我们台湾持有非常大量的美元资产，
特别是持有很大量的美国的投资部位，这个可能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那这一次呢，因为台币升值之后，造成这样的波动。好，那我跟他讲。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华尔街日报》，对不对？这是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你看它也是连续，他说：“哎呦，这个前几天的报道，哎呦，新台币疯了的乱跳，那资产负债配置错了问题。”好，然后再来是台币强劲升值，交易一直很忙碌。所以他说：“哎，你看，我们都一直在报道这个新台币。好，那为什么他报道新台币？主要原因是这样子。我跟他讲，台湾目前为止。”我们政府大概持有大概4000多亿的美国债券，那我们的海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一般投资人持有的，加上政府的投资美债，大概约莫是1.7兆美金左右。那1.7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事实上中国大陆它再怎么多，它这个加上所谓的很多民间什么的，它才2.9兆，它加上政府还有民间持有2.9兆哦，那我们就持有1.7兆。照我跟他讲。中国大陆的经济体是我们的好几十倍，对，就我们持有的，我们2.9跟1.7，其实2.9跟1.7其实差异不大，就是我们其实明明就是经济体那么小，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规模大概约莫是8000亿美金左右，那这个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它目前为止大概是18到19亿到20兆。它约莫是我们的20几倍，就没想到我们持有的外汇那些所谓美金的部位跟它。不会差那么多，一半而已啊，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台湾已经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我们再给大家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台湾常年来的这个所谓我们台湾的国内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字，就是除了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赚的钱。简单来讲，2个部分，一个我们外汇，我们买卖商品赚的钱。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投资所产生的很多收益，你看台湾的数字是最高的，这个所谓的包括说像下面的泰国啦，或者马来西亚啦、韩国，其实都没那么高，所以也就是说台湾所占的数字是相当的大，就是除了贸易顺差，还有包括说一些所谓金融的这个所谓的金融账的这个顺差非常大。所以等于是台湾在外面累积了非常庞大的这个资产。所以这一次升值之后，难怪有人形容台湾真的是不小心把火力展示都拿出来了。好，那为什么他们会注意到这一点？主要你看，他们现在是说什么？这个瑞银就说台湾有非常多在套利交易。好，那什么叫做套利交易？我简单的说啦，就是过去这几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新台币大概都是维持在28到33的区间嘛，对不对？所以很多这个银行会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兆和。假设你现在账户上面你有2亿新台币，对，那2亿新台币，反正你放在台湾来说的话，你利率大概1.多%而已嘛。那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你把我们的这个台币呢，把它这个借出来，说你可以借更多台币，比如说你有2亿，那你借个3亿出来哦，那变成5亿，然后5亿的去海外投资，买什么？你可以去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债，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大概是4%到5%左右的数字，对不对？那你看。跟我们国内借1%的这个利率，那你可以赚4到5%啊，对不对？赚4到5%等于是你1年就可以赚3%的这个利息啊，对不对？那台币因为台币都一直是很稳定嘛，所以没有问题。基本上你唯一的风险就是台币突然升值或是台币突然贬值的问题嘛，所以没有问题，因为台币过去都是相对稳定啊，所以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区间，我们就这样做套利交易的方式。所以过去台湾有非常大量的人呢。特别是有钱人，他就做这样的交易。就我把新台币换成是美金，然后换成是美金，我去投资美国的这个公债，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我跟银行借钱，借了非常大量的这个资金呢，然后我去美国投资这个公债。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说，金融时报它要整理一个数字？你看这几年，这是这个蓝色的线是我们政府的这个公债，你看这一条线是我们是民间，你看民间为什么突然暴升？这么快，就是因为大家一直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还有我们这几年，我们不是很多人在买什么美债的 ETF， 对，等于民间呢，很多人有钱人是用所谓的套利交易的方式到这个美国去，那很多人是透过投资的方式买的 ETF， 我们 ETF 就有3兆台币啊，3兆台币你算一下就是1000多亿美金啊，所以你看这么大量的资金，就我跟他讲，结果现在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说吗？他们最重要的台币要稳定，台币稳定，就没想到台币现在不稳定了，2天大升，他怎么办？他就只好把它换回来，也就是说，好了，我1年赚3%，结果我现在汇率要跌了10%的时候，我当然就不要这样做，就变成是一个逆向的这个所谓的去杠杆化，就是我不要这样做，套利交易回来，这就有点像之前的日本。日本为什么每次日本急升，汇率急升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会大震荡？就是因为日本也在做这个套利交易，就没想到这一次台湾人也是这样做，就这一次就震动到全世界，说，原来不是只有渡边太太，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王小姐在这样做啊。就这样，所以这一次才意外让大家知道，原来新台币的影响也会影响到那么多的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是什么？
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我们真的要小心哦，因为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资金都一直往外去投资嘛，对，我就讲台湾人换成是这个美金之后，他不是只有投资美债，他还投资什么？他说，突然之间，台湾拥有7000多亿的外国债券，对，外国债券结果他持有什么呢？他持有包括说苹果啦，还有辉瑞的公司债。那我们知道，苹果跟辉瑞公司债，它其实利率也是相对比较高，对，可能有3%，这个或者是4%，也是不错嘛。所以等于是我们不只是只有买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国债，我们还买很多苹果还有辉瑞发的公司债。所以等于是说，万一呢这些资金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什么？这些债呢，这价格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波动。所以他现在才知道说，原来台湾持有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所谓外债持有的话，波动性还有这个交易可能会对美国的抵押债券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可观的影响。所以这样看过来，台湾人这么有钱，对，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如果假设这个资金更大量的流动回来的时候，恐怕会对美债会造成一些影响，或是对美国的公司债会造成影响。是这一次因为台币升值的时候，全世界才注意到这件事情嘛。好，那我刚才不是讲，我开场不是讲吗？今天韩国的这个中央银行总裁不是捅破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吗？好，那我们昨天你看，我们昨天的赖清德说没有谈判这个汇率的问题，那这个我们的杨金龙也说绝对没有在谈判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因为第一个，汇率升值本来就是不能够说的秘密，的确面临到这个压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出来嘛。就今天这个所谓韩国的总理韩国的央行总裁把它说出来，好，那我们现在能怎么做？因为我们既然是美国要求这个亚洲，假设这个韩国总裁说的是对的，他要求我们升值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干预啊。我们不能干预之后，那万一台币继续升了怎么办？很简单，我们现在用一个方法是，我们现在去查你。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外汇局的局长就说，我们会去银行精简。银行精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很多人进来台湾的话，他根本钱就没有汇进来，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几天的台湾是这样子，他钱汇进来的时候汇成台币，对，从美金换成台币，照理说啦，他要在台湾要买相关的金融商品，不然2个礼拜内你就要出去，2个礼拜出去，所以你知道他这几天开始在买台股。台股这几天其实外资都是买超，外资都买100亿、200亿，但是外资同时之间他买个股的时候，他在期货放空，所以他其实2个对手，他没有要赚这个我们相关的股票的钱，他要赚的是汇率的钱。但是呢，这些进来的人呢，他有很多方法是透过什么？跟银行做一些所谓私底下的交易什么？现在我们银行我们金融单位就是要抓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秃鹰，他要让这些不合法的管道把它堵起来。所以那这样呢？这样就可以减缓所谓的升值的压力，所以等于是我们没有用干预的方式，我们用的是去查这些所谓违规交易的方法。所以某些程度来说，我们也是用一种方法来阻止新台币往上升值。事实上，为什么他这一次要让这个美元比较弱势呢？我讲原因在这个地方。第一个，美国现在不是有很多债他要还，对不对？我跟他讲，他就用这种方式，他每次他要还债的时候，他就会让美元比较偏弱。为什么要这样说？你看，假设是还1块钱的一个状况。我们当初呢，1块钱可以兑换这个台币比较弱的时候，是可以兑换32，对不对？但是现在台币比较强，我们可以兑换30。大家要注意到，我们如果还钱，它让美元贬值的时候，我们从原本可以拿到32块，变成是30块，只拿30块。我们2块不见了，我可以还你还的比较少嘛？对，2块不见到哪里去了？2块不见就是无形之中他把你的债务吃掉了嘛。所以他每一次他还债的时候，他就会让美金往下走弱。走弱的时候，无形之中把他的债务丢给了你，2块钱他就丢给你的，你2块这个你自己损失了。好，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讲这个美金在比较弱势的时候，台湾到美国投资会比较有诱因。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一样用30到32。假设32块的时候呢，我们台积电假设他投资200亿美金，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需要6400亿。那假设30块的时候，我到美国去，我只要6000亿啊。那你看，我无形之中台积电我就赚了400亿。那你觉得台积电会在这个时间点去投资，还是会在这个时间点？当然会在30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大量的资金开始涌到美国去，因为这就是投资美国的最好的时间点。好，所以现在美国就在玩这个，他们一直在玩这个游戏。反正我要还债，我要吸引资金来的时候，我就让美元贬值。贬值的时候，让很多资金大量的进来，我要还给你的钱变得比较少。你这时候来我美国投资是最好的机会。那等到你来投资完毕，然后我要准备要在经济好的时候，我就让美元升值过来之后，我又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我要发债一样32到跟30，对不对？我要发债的时候，这个是30是比较贬，然后它美元的这个比较贬值。如果美元升值是30到32这样升，对不对？我们换的比较多，一样啊。我原本呢，如果我要发债的时候，我就让美元这个升值的时候变成32的时候，各位我们要给它32块。
然后他在反向的时候，我们又还他30块，他就一直这样无形中一直在那边玩来玩去、玩来玩去的方式，所以就这样的无形都让我们债务一直不断的冲淡、不断的冲淡。美国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来说，其实川普这次让美元贬值，我觉得他的确是在要求全世界让美元贬值，主要2个原因，一个还钱可以还的比较少，第2个原因就是他要大家去投资美国。凯比，今天韩国央行总裁，我们刚刚讲，真的讲了大实话吗？真的是因为韩国总统现在没有人吗？他就把话讲出来，这个完全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对啊，今天这个刚才录影进来进棚之前那6点多看了我也是吓一跳，哇，这个好像吃那个诚实豆沙包，这个不由得让我想起比对昨天那个我们杨总裁的那个态度啊。其实我坦白讲，我对杨总裁我是觉得，蛮能够谅解他的，蛮能够理解他。我不能讲同情哦，我没有那么，我还蛮理解他。杨总裁算是一个诚实人，可是你看他昨天的新闻画面，在访问的时候，他一直在绕圈圈，就跟我们昨天那个很多 APP 有没有？你进不去 APP 一直在那边绕这个汇率就是什么他有点语塞的感觉，对不对？其实就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说似乎他想讲什么东西，可是他又不能讲。幸好我现在是在盘后节目，其实我是分析师，我都在盘中分析。他昨天还拿出一个东西出来讲现在有很多不实夸张的言论，分析师你们如果要小心哦，你们讲的话会被罚。你要小心哦，对，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分析师盘中是不能够解外汇的，解外汇的话，我们会被金管会被罚的。对，不过我们现在是盘后谈话性节目就无所谓，我们讲的是一个现象。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他说的其实。对照刚刚这个韩国这个央行总裁所说的那个李昌镛所说的，其实我觉得两者都兼具，也就是说，的确有受到某种程度的不能说的一个压力，然后呢，又受到什么？有一些他说的，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正好，我们最近好像都在写历史，你知道吗？我们经历过了史诗级的这个单日最大涨幅，经历过史诗级单日最大的一个跌幅，暴跌的跌幅，我们也经过史诗级的这个最恐怖的这个汇率的一个变动。那这2个月，很多人经历过这种情况，升值不是不可以，而是说你这种暴力式的升值，你会让厂商措手不及。暴力式的升值，就假定说你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升值秩序，你可以去做什么？你可以去做一些所谓的避险的动作。你还有，尤其是越大的厂商，那你说要月底结汇之前，其实他们有一套很完整在做这个避险动作。可是像昨天这种，哇，一天跌个3-4%的什么1块多的什么1.4元，这个是太离谱的涨幅。赵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经验，这几年啊，你只要去那个银行理专啊，你不管你是做什么投资保险啊，他们都叫你怎么去买美元计价的产品。包括的美元保险也都是一样，那个理专不遗余力都告诉你说啊，这个美元保险。那坦白讲，这个当然一方面利润比较好，一方面就是说，以前我们心目中美元是一种美国的这个美国债是一种什么？我们在念财务的时候叫做无风险利率的时候，都以这个10年期公债为准。曾几何时啊，在川普的这个主政之下，这个美债竟然变成什么？变成一种风险波动的一个产物啊！对，那在这个地方，央行总裁他昨天说了一大堆，其实都有。我相信也有人，就像刚刚你们有讨论到的，就是说。像比如说，当年的索罗斯，他为什么会去狙击这个香港？为什么会去狙击英镑？就是他们也知道某种政经情势有改变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一些下手的动作。那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央行是一直在说啊，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有人在做炒作，有秃鹰。那我想今天开始，昨天央行总裁出来说话了，那总统出来说话了，开始。应该会有一些动作，而且秃鹰应该也会警觉。可是大家心里面要有个认知，对照于刚刚这个韩国总裁所说的，对，升值的趋势已经形成，只是说我们不要这种暴力式的升值。那其实讲到这个地方哈，超豪，你知道吗？我越讲的时候，我越想起一个人呢。我在昨天的时候不但想起一个人，我是1994年到1996年，我念完大学到美国去LA去念硕士的。那个时候呢，我的台币我还感谢我是28块多，所以我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成本到美国去念书。那个时候的央行总裁叫做谢升忠，李登辉总统时代叫谢升忠，他说了一句这个旷世名言，他说什么？他说，央行总裁有公开说谎的权利。这句话这个公开说谎句，其实就是站在这个国家的利益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话不能够说得太明。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杨总裁他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外资大举汇出1000亿的时候，有立法委员在质询他说：“那你怎么办？”他说：“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来观察，会采取来做一些外汇管制。”那4个字一出来的时候，引起一阵哗然，外资圈开始就做大幅动作。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投资界，这个在金融界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外汇的这个遣词用字的敏感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央行总裁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说，
他今天讲话会语塞，其实我们不怀疑的。那今天这种结果，不管如何，到今天为止，他不是说的这种异常状况，到今天就应该要停止。那我相信，对，在这种在急剧在做暴升的情况，可能不会再出现。可是升值已经成为趋势，那这种情况就是刚刚有讨论，对厂商将来的这个汇兑损失。你看啊，不要讲别的，台积电张忠谋董事长他曾经很早见他说了一句话：新台币每升值1%。他说，营业利率不是毛利哦，是营业利益哦，就要损失0.4%。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台积电是毛利率50-60%的公司，营业利率是47到49的公司，它还能够承受得起这种所谓的一个汇率的这种冲击。那一般的呢？你说像这种像纺织业啊，像这种传产业，它如何去受了这种冲击？那接下来，我觉得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2天我担心的我不会担心。汇率不是我最担心的东西。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说汇率不是你担心的东西，有另外一把刀更恐怖在。还有另外一把刀，因为汇率是这样子，汇率就是说你厂商只要能够，就是你只要让我们知道说你是要升值没关系，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做避险就好，对，减少损失。有一种东西是你避无可避，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关税。哦，4月9号的时候，川普说，他本来说我们今天要定那个，他本来放话说4月要说4月9号我要定半导体关税，4月9号说那我们再延1个礼拜，延1个礼拜的时候4月16号的时候，他说啊那这样子好了啦，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啦，给大家21天时间，那半导体公司也都来做一个调查。假定说今天半导体的税，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半导体税假定说18是基本的嘛，假定说再加一点，比如说15%，再加20%，那大家也要有个心理准备。那我觉得新台币的汇率可能就升值会更明确。为什么？因为就是一方面利用会互相影响，对，他就是要利用这个汇率来补什么？补你关税没有给你课到关税的部分。我不相信川普会零关税，为什么？他要做一个动作，他就是要做一个像一个前置的动作。你台积电你赶快到我美国来哦。你到我美国来，我给你零关税哦。可是我这个关税我不能放弃，我就是要压着你台湾，就是你进度不能够拖哦。你进度等于说你越早过来的时候，你越早零关税，所以它应该基本上还是会课一个高于10%关税，但是到底会多少，我们不知道。那时间点是5月7号嘛？那5月7号就是看看这2天川普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产业很辛苦，那政府也要多努力。那我觉得最后我个人的一个小小意见，该反映我们的条件愤怒不满的时候，因为川普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等于说川普这个人你越服从他，越顺从他。这种个性的人，他越是看不起，他越是扔头请苦假力告了。雅教被雅为就是像这种人。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这种地步。如果说到最后连汇率连半导体关税都被克中的话，该讲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适时的讲大声一点。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韩国央行总裁李昌镛他说的大白话，其中美国正在跟台、日、韩、马来西亚等国家讨论汇率问题，其中出大事是什么？里面没有中国，为什么？中国现在被川普完完全全盯上，我一定要把你摧毁掉。虽然我们常常在讲敌我区分，川普真的是进行所谓的敌我区分，但我们刚才听到做他的朋友也没什么好处，因为会被他吃尽豆腐。但对敌人当然是另外一套标准。现在他直接跟你讲说，当然私底下盘面下美中之间当然一直在谈判。当然说，我跟你讲啦，他们很想做生意啦，他们经济快崩溃了。这个叫做我们讲的海南它的经济特区。那海南岛这个经济特区以前是习近平的掌上明珠，但是这个掌上明珠现在出了一个大状况。什么大状况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明珠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因为以前他们都会公布说，比如说呢有多少人进来投资，有多少人呢进行我们来了，包括了建设相关外资的金额跟水平。结果没有想到，现在不只是我们讲，以前还会公布数据虽然说被人家笑说数据都灌水这《华尔街日报》讲的现在直接不跟你公布了。2022、2023还有现在去年就完全不给喽。我跟你讲，这超糗的。来，第一个，2022年的时候他说外资投资37.1亿，台湾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到了2023年呢，只剩下32.6亿，换言之，已经跌了将近1成多。那2024年呢，也就是今年原本应该预计要公布的，直接不给你公布。他们现在说中国现在有努力的，不是建起关税壁垒，是建起资讯壁垒。这个资讯壁垒叫什么？叫黑匣。你说黑匣是什么？就像飞机上，你是不是看到有那种黑盒子？对，那黑盒子呢，它的数据风暴全部都在里面。他就跟你讲中国政府现在在打造资讯的黑匣。那这个黑匣是什么呢？让所有的企业以及所有的投资人呢更加却步。现在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手，比如说它相关部门切断了第一个海外访问，你想都别想。OK， 那相关的什么资讯专利文件学术
统计啊，以及呢所有投资的金额项目，全部现在都给你封起来。通通看不到。你不要说我们都在污蔑中国。来，比如说这个东西叫做收费公路营运商年终债务，什么意思？就是道路的那种收费的它的债务的统计。那你看哦，很有意思哦，这是到2020年、2021年哦，你看持续成长，而且是以我们讲哦10000亿美元哦，来成长，然后突然间到这边爆一个，你会发现后面数字都没了，就不公布了。不公布就数字不好看，然后这个有没有看到？之前是不是有发生 COVID， 对不对？中国大规模的我们讲的伤亡，你看啊，到这边有没有 COVID 的时候开始持续增加之后，又停了。我又不跟你讲了。但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啊，中国有一个酱油数字，对各位。我这不是形容词哦，就生产酱油的数字。你看哦，本来酱油2000年大家都不吃酱油，到10年的时候大家开始吃酱油，然后到20年的时候酱油急剧下跌，嘣，连酱油吃多少都不让你知道，连酱油都要封闭。酱油本来就黑的，你还可以用黑匣把它包住。哦，刚才得导游今天画没出来，好厉害。但是你看哦，这个是更好笑，这个是什么？国家土地出让面积。换言之，因为中国的土地不能买嘛，你都是要跟共产党租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以前哦，哇，曾经在10年的时候，好多外国人哦都来这边跟我们租土地了，就没想到15年的时候开始跳一次崖。OK， 那后来呢有点好转，到20年就是 COVID-19 的时候，爆一个直接跳下来了。你说宇轩怎么到0了？不是到0，好不好？是它掉下来快要到0的时候，中国就赶快那个黑幕又下来了。我们讲的数据停滞发放，所以你看哦，包括它的出让面积、出让的收入，甚至啊青年的失业率节节攀升呢，一档比一档高，13还有13高，也不给你公布，保险的请领人数也不给你公布。换言之，你现在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只要盖住，皇城之下一片祥和，但外资又不是傻了，你不跟我讲，难道我不知道你现在状况很惨吗？所以我们先前是不是有跟各位讲过？Total 有无？他早就跑掉了。坦白讲吼，买烫还是每一间房子哦，大间拢矮的，对不？买烫，你连马桶这种必需品，你做人能够不用马桶吗？4个人就是要用一个马桶啊，3个人就是要用一个马桶啊。就马桶，他说我要撤场了，好不好？那 IBM 这个不用讲了哈，早就已经开始停工停产。所以你看哦，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局自己公布的数字，他们总算公布了。看完之后，你知道吗？我只想跟他讲一句话。公布的很好，下次还是别公布了。这是以前哦，我们讲一路一直成长哦，甚至到了2022年的时候有高峰，那个高峰大概我们讲有4000亿美元哦。对。结果你知道吗？到了我们讲的2024年的时候，吓死了，完全荡下来嘞，跌幅99%。各位，我再讲一次，跌幅99%，只剩45亿美元。这个吓死人！你这个东西你怎么敢公布给别人看啊？等于说完全已经没有人要来你这边嘞。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个过去曾经真的是明珠。东方明珠是哪里？就是中国。我们讲，我不是讲上海哦，我在讲的是香港。香港原本它是我们讲它的掌上的珍珠，非常珍贵，对不对？因为它拥有所谓的自由贸易区跟零关税，所以变成是国际金融的一个重镇。但现在已经多久没有提香港了？各位，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习近平回敲川普125%的关税，川普呢敲他145%的关税。那我请问你，作为一个本来仰赖有了零关税，作为一个经济贸易交易的港口，也就是香港。他未来要何去何从？他等于说夹杀在里面，直接挂掉了嘛。所以你知道香港最近的金融管理局吓坏了，为什么？开始频频的在买美元，因为呢它不断的在升值，升值的状况下，它的买美元哦3度进场干预，买了几次？来，5月3号先买一次，买新台币1800亿；5月5号再注资95.32亿，大概370亿港币台币。那最后呢，5月6号再注资一次，所以它是不断的我们讲的往这个美金一直砸，一直买，一直砸，一直买，想要去平定它的价格。但坦白讲啊，各位啊，因为现在整个国际贸易的重心呢，已经逐渐的转移到东南亚去，所以对香港来讲哦，原本已经很惨了，但是在这个关税战之下，美中夹杀等于雪上加霜，再往它的伤口再踹一脚。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来讲，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他们骄傲。玉凤，现在中国真的这么惨吗？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5·1连假，都希望可以刺激消费。但我看到这些画面，你看到大家在干嘛？搭帐篷，我就想说，哎呀，这应该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没有，已经穷到只能搭帐篷了。在山东，很多人看到说奇怪，这个是类似我们的露营区吗？哦，第几路？结果不是，这个是景点，但没错，但这里不是露营区，而是什么呢？他们到了这景点之后呢，就不走了，他们随便都带这个野战的帐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酒店太贵了，太不划算了，所以呢，他们随身携带帐篷。你不觉得这
有点太荒谬了吧？就地扎营哎，没错，就是带着帐篷，然后呢，有些人到山区，有些人到什么到海边，想要去海边的公园走走。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们就直接就地扎营。扎营之后呢，到了晚上干嘛？埋锅造饭。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难道你真的把随便的一个地方开启5·1长假的露营模式吗？可是对于景区来讲的话，这个不是你露营的地方，很多它的草皮是经过来一个保护保养的，没有，我们就是直接埋锅造饭就开始烧了。然后呢，东西弄完之后呢，时间到了，拍拍屁股走人。过去我们有讲过说，有时候你去爬黄山，就到山上之后呢，竟然下不去干嘛？我在公社就妥一下，结果没想到有人就觉得说，那公社就是好地方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一次5·1，这不是旧画面了，5·1又来了。大家上去之后，觉得到晚上，然后风有点大，大家就挤在公厕里面，在泰山这个景点。问题是，大家在公厕里面都在取暖的概念。然后呢，大家还互相的打气哦，我们待会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呢，我们在公厕地方哦，等到早上日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道的阳光。但其实说到底，这个都是因为没有钱，你穷游出行的关系，你就变得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泰山啊，那些山东日照的地方。你看看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麦当劳，香港的麦当劳。内地有些游客呢就近到了麦当劳，而且呢，他们还告诉大家说哪一间麦当劳比较好休息。过去很多香港他的一个比较基层的人民，他的日子过不好，他晚上在哪里睡？就在麦当劳睡。那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麦难民。麦当劳的难民，为什么大家都去呢？你去买一个小杯的一个红茶，或者是小杯的可乐，其实他也不太赶你。可是你现在看哦，这些以前的麦难民不见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有些人哦带着一咖的行李来，然后有些甚至他也不消费，反正来了看到的地方，行李先放着，然后就趴下来睡了。你不觉得这有点离谱吗？然后一杯饮料可以睡一个晚上。现在卖难民会买饮料，现在有一些就不买饮料了，连买都不买了。对，然后就睡了。那这个更厉害喽，你知道吗？穷游香港，如果你第一站没有办法到麦当劳的话，你可以去哪里？去一个小红书的攻略，这攻略告诉你说呢，你就直接睡在机场啊！我告诉你，这是有 slogan 的，放下你的羞耻心，随地大小睡哦。还告诉你说几号登机口跟几号登机口两个地方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有一个取水机，那取水机拿到之后呢，你暂定战略要地之后呢，你可以喝水，然后呢有冷气有 WiFi， 甚至呢他们还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写完这些之后呢，告诉大家比个耶，比个赞，打卡之后呢，兄弟们，我这些东西我不会带走。我就留给你了。没错，你要代相传，然后呢，每个人来你就打卡，然后呢流传给下一个，然后甚至在澳门哦，你看哦，其实你应该住的是哪里？是这个澳门大酒店。问题是大家觉得有点这个生活过不下去，我们来澳门玩，不要住那么好的酒店。在澳门大酒店旁边开启搭帐篷。对，搭帐篷。那我跟你讲。你这边有搭帐篷的，我给你一个赞。你至少晚上哦，你至少有个地方睡嘛。有些人根本连帐篷都没带哦，你行军你没有全副武装，就在旁边就直接妥着了就睡了。所以那个睡姿你从外面看哦，你想想看，酒店的游客这样看下去，真的是有一点没那么好看。好，那为什么整个5·1长假来讲的话，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乱象？其实你有些酒店也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平日我们刚才讲了，你等不到游客，那你是不是准备要5·1黄金周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捞一笔，对。可是这个杀猪工割韭菜有点太离谱了。你想想看哦，你说一个总统套房，2张2米的特大床，2米也还好吧？可是你看哦，叫你怎么样，赶快订，赶快抢，要6142元，6142人民币，你折合台币大概多少钱？大概要3万块。对，问题是它有值这个价格吗？有网友就找出来说，你平时是300元啊，你平时300元，平时300元，你开到6142。对，然后呢，你这个东西来讲，是不是叫做就是怎么说？我就是知道说你一定得定，我就把你杀。然后另外来讲，2200块，4400元，而4400元过去来讲的话，根本没有这么贵，你整个价钱就拉起来。然后有人统计哦，你看哦，平均的涨幅，许昌到300多%，昆山到300多%，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啊，福州也有100%的一个涨幅。所以呢，他觉得说，你很多酒店，你不要去抱怨人家说为什么要搭帐篷。当你有看到游客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想到我们的国旅。很多的
时候，哇，那个价钱就拉得很高。问题是，当你被人家抓到，你原本只要300块的时候300块，你觉得6142元差了20倍，会有人愿意当潘娜真的定下去吗？不管你怎么说，我觉得可能他们都定不下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